过年到了，面对满桌的年菜，你是不是觉得吃一口真的很罪恶？不吃又对不起自己。不要纠结了，作为生物工程师，我今天呢就要教你一套年菜防御术，只要改变一个小动作，就可以大口吃肉。身体呢还以为你在减肥呢。大家好，首先先祝大家新年快乐。过年最痛苦的就是看着满桌的美食，像是有什么糖醋排骨啊、佛跳墙，这些美食呢都不断的在向你招手。可是你心里在想的是，天哪，这些热量一定超多，我到底该不该吃呢？最后你跟自己说，算了，过完年再减就好了，然后就无法控制的开启了狂吃的模式，最后就只能带着3公斤的肥肉开工。今天我就要跟你分享这个真相。其实啊，真的不是因为你贪吃，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年菜的设计本身呢，就是一个巨大的热量陷阱。它利用高油、高糖、高浓稠的酱汁，完美的骗过了你的饱足感神经。所以今天我就想要跟你分享科学的方法，让你可以在过年期间呢，仍然可以优雅的控制你的体重。大家好，我是 Dr. 静宁，微生物学博士、生物工程师。在我的研究领域里，我发现人体的食欲控制其实是一场精密的荷尔蒙信号战。很多人都以为当我们吃饱了就会停下来，错。现在的年菜啊，充满了高奖励性的精致淀粉，还有勾芡酱汁。那这些东西啊，都会直接屏蔽你的饱足感信号。这就像是有骇客直接剪掉了你大脑跟你的胃之间的讯号，让你可以一直吃一直吃，却永远觉得好像还可以再塞一口。今天我就要教你3招年菜防御术，帮你接回大脑跟肠胃道之间的讯号线，让你的身体自己告诉你，好了，我吃饱了，不需要了。我们先来聊聊一个很有趣的生物学假说，称为蛋白质杠杆理论。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你的身体对于蛋白质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大脑它设定了一个目标，我今天一定要吃足够的蛋白质，比如说60克好了。那如果你今天的饮食是以高碳水、低蛋白的方式，像是年糕啊、炒饭、炒米粉来进食的话，因为蛋白质的含量太低，那我们的大脑呢，它就会觉得这个任务没有达成，它就会逼你一直不停的进食，直到那60克的蛋白质补足为止。那这就是悲剧的开始啦。为了要凑齐那60克的蛋白质，你摄取了大量的淀粉还有油脂。这不是因为你贪吃，而是因为大脑想要完成这个任务。相反的，如果你的第一口吃的是肉或者是海鲜，先满足了蛋白质的需求，那我们的大脑呢就会立刻收到这个讯号，就是这个任务完成了，它就会释放饱足感的荷尔蒙，像是 GLP-1。这个时候，当你在看到餐桌上的炒饭、年糕、炒米粉，你反而好像没有那么想吃了。所以年夜饭的第一口决定了你今天晚上会不会失控。第二个陷阱呢，就藏在年菜最常见的酱汁里，像是佛跳墙、烩三鲜、糖醋鱼，这些菜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勾芡。勾芡所用到的太白粉加水，其实就是液态的精制糖。更可怕的是，勾芡啊，它会形成一种浓稠的结构，像胶水一样，把油、糖还有盐分死死的包裹在一起。当你把这一勺酱汁淋在你的白饭上，你吃的不只是调味，而是极高浓度的热量炸弹哦。而且这种粘稠的液体，它不需要咀嚼就可以直接咻的一下进入我们的食道。那在这个时候呢，你的血糖就会在短时间像火箭一样的喷射哦。那在之前的影片我们有提到，当血糖快速的上升的时候，
那我们体内的胰岛素就会快速的出来，把这些热量变成脂肪储存起来。这个时候真的不是因为你吃了太多的肉，而是你在不知不觉中喝下了太多的热量胶水。你知道吗？光是避开勾芡还有汤汁，你这一顿年夜饭的热量至少可以砍半哦。既然我们现在知道了是因为蛋白质的缺乏以及勾芡的陷阱，那我们就不需要借由吃的少来惩罚自己，可以直接调整进食的策略，像是第一个，蛋白质优先，启动饱足感。在年夜饭的第一口呢，就让我们吃下蛋白质，像是肉类或豆腐。我们要先满足我们大脑里的蛋白质干感。当我们的胃里先有了蛋白质，饱足感荷尔蒙会在15分钟后大量的分泌，这个时候就可以为你的食欲踩刹车，让你等一下看到年糕、炒饭、甜点还可以保持你的理智。第二个就是酱汁分离法。当你想要吃糖醋排骨或者是勾芡的时候，尽可能把食物上表面的酱汁给甩掉，或者是准备一碗热水，稍微的过一下。虽然我知道这个动作看起来很龟毛，但是光是这样一个小动作，就可以帮你去掉30% 的无效热量哦。你要吃的是肉跟菜里面的营养，而不是那种外面的太白粉跟汤。这样子做可以帮助你的血管减轻负担。第三个就是餐具缩小数，可以为自己准备一个比较小的碗还有盘子。这个方法呢，就是要利用我们心理学上的德尔伯伊效应，同样的分量，但是装在比较小的餐具里，你的大脑就会觉得哇，好丰盛哦，进而提早发出饱足感的这个讯号。这个方法呢，就是在利用我们的视觉害入你的大脑。那这3个方法都不需要你忍受饥饿，只是换了一个聪明的方式来享受美食哦。过年是一个团圆的日子，美食呢就是我们彼此之间情感的一个连接。我不希望你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还要战战兢兢地计算餐桌上的卡路里。只要掌握我今天所教的3个科学方法，第一个先吃蛋白质，第二个避开酱汁，第三个把你的碗换小，你就可以在这一场年菜攻防战里面大获全胜。最后我想再强调一次，变胖不是因为你贪吃，而是因为你还没有掌握身体的使用说明书。下一顿大餐就马上试试看，先吃3口肉再吃饭。试过之后记得要回来留言告诉我，你是不是比较没有那么饿，而且也不会暴饮暴食的呢？如果你觉得我今天分享的这部影片拯救了你的腰围，记得要帮我按赞，同时分享给你那个正在减肥的朋友。最重要的是，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我是大特静宁，祝大家吃得开心，窈窕过好年。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